喂，英男，今晚吃饭取消了啊！我在超市遇到一个孕妇摔倒了，我现在送她去第3医院。哎呦喂，你怎么还能把人家孕妇给撞了呀？哎，快去吧。哎呦。 喂，妈。十一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啊？没什么，你说。哎呦，你爸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把人家孕妇给撞了，现在在第3医院呢。我是担心家属到了医院会把你爸给揍了，你跟我去一趟吧，啊？行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去啊，挂了。 去哪儿啊？你干嘛去啊？我去趟第3医院，你哪儿也不许去，听见没有？啊？干嘛哪儿也不许去啊？我得回趟家换换衣服啊。回家可以。先观察一下，你是他家属吗？啊，不是。赶紧通知你家属来！你看你肚子都这么大了，需要人照顾。已经通知她丈夫了。我很严重吗，医生？哦，没有，先观察一阵，啊，就可以出院了，就可以走了啊。你说你怎么那么不让妈妈省心啊？好不容易才把你怀上，你说你要是出了点事儿，我怎么跟你爸交代啊？哦，你先别说话了，小宝宝会听见的。你现在啊，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。小宝宝的生命力是很强的，你要相信他。叔叔，谢谢你啊。那天，对不起啊。哦，不说了，你们和十一的生活都翻篇了，就不提了啊，不提了。哎呦，你说你爸这戒了酒消停没几天，这又出这么档子事儿，这简直是……你说他还有药可救吗？妈，哎呀，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先别埋怨我爸爸。那也不能撞孕妇啊！你说，请问刘官是在哪儿啊？前面左拐。啊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哎，没事了。水梅，水梅，你没事吧？老公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我，你撞的？不，这啊，大鹏，你这是报复，你完全就是报复。老公，你不了解情况，她是个孕妇，你有什么意见冲我来啊？不是叔叔，是我自己不小心撞的。叔叔他好心送我来的医院。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没事儿，母子平安就好啊。天哪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，朱大鹏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把人家给撞了呀？不是，你怎么也这么认为呀？这不是叔叔撞的，是叔叔送我来的医院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谢谢你啊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真是虚惊一场。孩儿躺着。哎，你说你怎么电话里边也不说清楚啊？你这个人，你怎么……哎，这什么事让儿啊？我说这是？清楚了吗？电话还没打完你就挂了，你这……那你倒是说呀！行行，你们别吵了，这是医院，让人家休息吧。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们好好休息啊。大鹏，好好照顾老婆，结了婚，老婆就是亲人了啊。
这回我表现不错吧？算你这回当了把英雄，别骄傲，再接再厉啊！听见了吗？要听我妈的。我一直有那种侠义精神。你就吹吧。叔叔阿姨，十一，对不起。谢谢。行了，快回去陪你媳妇儿去吧，啊！谢谢。回去去吧。走。这是我飞过的千里。哎呀，这台阶高的，你看我妈美的。慢点啊！哎，你们先坐啊，我去洗杯子啊。妈，坐这歇会儿。好。用我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。让你爸弄去吧。让他好好表现一下。对呀。爸，你电话。啊，你帮我接一下。哦。喂，你好。这是武天意先生的手机吗？是，我是他女儿51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哦，11啊，我是志荣建设的张律师。张律师啊。啊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侯爵先生啊，已经和你的父亲武天意先生的债权人达成了债务转让协议，将武天意先生的债务转让到侯爵先生的名下。不好意思，你稍等一下啊。爸。谁呀？张律师。哎。您刚才说的能再说一遍吗？行啊。是这样的，侯爵先生已经和你的父亲武天意先生的债权人达成了债务转让协议，将武天意先生的债务转让到侯爵先生的名下。如果你父亲呢没有异议的话，我去找他签一份协议，就麻烦你给我一个你的地址。那个张律师啊，您稍微等一下，我们商量一下再打给您好吗？这样啊，行，那一会儿让11给我打电话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十一，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那小侯这开玩笑，这先不管，我烧水去啊！不行不行。什么情况呀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还以为我爸知道呢。这个小猴真是，也没听他说呀。十一啊，那个，要不我给小侯打个借条，这样行吗？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不是小侯喜欢十一吗？他愿意帮，这不是好事儿吗？什么好事儿啊？你怎么不知道从蓝旗这件事儿上吸取教训呢？受人那么大恩惠，11都没办法为自己感情做主了，想什么呢？一天到晚你真成。对，英楠你说的对，这个我是那么想的，刚才都是胡说八道。十一啊，债务的事儿你也别着急，不就是86万吗？还有2年时间，我会想办法的啊。没事儿，我会慢慢还的。你回来，给我找纸找笔。你要干什么呀？让你找就找，哪儿那么多话呀？
签字吧。借条。本人武天意向张英男借现金86万，5年还清，特此证明。不，英男，妈，你这是要帮我爸还债啊？不是帮，是借，这钱他得还我。爸，行吗？这怎么行呢？这不合适。我受这么大恩惠，那我以后在你面前不是更抬不起头了吗？不借是吧？算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同意还不行吗？妈，你真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我就是心疼你。我知道。迟毅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哎呀，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谢谢妈。哎呀，我们在最难的时候，谁也没抛下谁，谁也没离开谁，一直都在一起。对，谁也没丢下谁。吴天意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债务关系从现在开始，就是你和我的关系了。你对我所有的承诺都必须好好遵守，否则我永久性把你拉黑。我保证，一切按你说的办。我就说嘛，还是老婆亲。谁是你老婆呀？爸，那个茶水呢？哦，等一下啊，马上来。看他高兴的，坐那歇会儿啊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你不是回家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回家了，回家换衣服换完了。那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没锁门？不是你看我干嘛？你家这门钥匙什么用啊？屋里什么都没有啊，书架是空的，冰箱什么有？刚添点菜进来。行了，今天你有口福了，我决定给你展示一下我们侯家祖传的手艺，给你做顿菜吃。你等会儿，干嘛？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早告诉你什么？债务转让的事儿啊。你爸签了吗？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？我不能挪公司的钱，我又不能跟我爸借钱，所以吧，我一次还不清，只能签个第三方协议，慢慢来了。我爸没同意。为什么呀？看不起我？不是，因为我妈答应帮他还了。你妈还这事儿比我办合适。不过还是谢谢你。谢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为我爸做的一切。来，他在这儿，多来，夸我。谢谢你。哎，有酒吗？酒好像这是你家。你不是说了我家啥都没有？你不是拿菜了吗？没拿酒啊？想喝酒，想庆祝一下，好办。啊，我带你去个有酒的地方。没什么情况，放心吧，起来吧。
OK，Let's go， 往前冲，这条路右转，走3个路口左转，湖滨路右转，然后开到黄陂路往南开，开到建国路左转，一直开200米，停一下 ，OK 吗 OK。来，赶紧放松放松啊！来。哎，同学哥您来了，哎，卡座给您安排好了，这边请。走，哎，为您准备的卡座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好。怎么样？挺热闹。你看见那边那舞台了吗？他们跳舞那地儿。看见了，你要跳啊？你去吧，反正我不去。没让你跳舞啊！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，上去唱歌。不会唱歌。没事，我都安排好了。你别闹了，我五音不全，唱不了。我没闹，长得好看的五音都不全啊！去吧。我不去。OK， 各位，热舞时间告一段落，请您落座，补充您的能量。与此同时，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巨大的惊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请出今晚特殊的神秘嘉宾，他就是拥有着天籁般嗓音的10号桌吴小姐。他将为大家献上歌曲一首，有请吴小姐。不行，我唱歌你会吓死的，给我跑的，我不去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快点，都看着你呢。起哄！来，哎，别走！拿着，擦口，拿着，加油！未知的旅行。过去的已过去，不要太在意，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委婉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，只要你也永远坚信，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。多么美妙的不期而遇，我相信明天的明天也会充满惊喜，只要有你一同经历，三生有幸遇上你我的幸运，感恩所有的命中注定。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大家，让大家受罪了。我确实五音不全，我那5个人跑哪儿去了，我也一直都没找回来。其实说实在话，这件事情呢，已经让我自卑快30年了。以前朋友找我去唱歌，我总是找各种借口去推脱，大家觉得我不合群儿。其实我害怕。我是真的害怕，我怕被别人嘲笑。今天
目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决定把这首歌唱完。放心，只有一小段了，最后一小段，大家忍一忍。如果实在忍不了了，就把耳朵堵上，或者去个洗手间。不过千万不要买单走人，那样我罪过太大了。侯姐，为了补偿大家，你是不是请每一个人都喝一杯扎啤呀？好不好？都算我的啊！来。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。只要你也永远坚信，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。多么美好的不期而遇！我相信明天的明天都会充满惊喜。只要有你一同经历，三生有幸遇上你我的相遇。感谢所有的命中注定。过去不要太在意，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委婉的等待许无所畏惧。来吧，赴一场真实的旅行，不在乎别人。喂，今天开心吗？超开心，你唱那么难听，有什么好开心的？我自己唱的开心就行了。哎，我要是像你唱那么难听，我还真就不好意思唱了。哎，是你让我上去的啊！我说我不去，你非让我去唱。我告诉你，我还没唱够呢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没够我够了啊！哎，别说，我还挺佩服你的啊！你每天那么多事儿，我也没见你被生活击垮，也没见你自己偷偷哭过什么的啊。那是你没见过，我没少哭。啊？是吗？我还以为你会说你是那种坚强的、从来不会流泪的人呢。以前训练累了，比赛输了，经常哭。哭完了呢，擦干眼泪，你不还是得上场去打吗？真是个汉子。今天谢谢你啊，真的挺开心的。我也很开心啊，谢谢你。好了，不早了，睡吧，晚安。晚安。是最初的信仰，爱无声无息流淌，直到有一天不再。怎么啦？我看看你有没有关注我。好了，睡觉了，晚安。别闹了，赶紧睡吧，好吗？挂了。是最美好的信篇章，那是灵魂与生俱来的力量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那里有光，我们一起奔向远方。那是幸福，闪耀着真爱的
叔啊，叔啊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晓得，你是我那个兄弟的老板的朋友。对，我上回不是押您这一个玉佩吗？我这次想给叔的。那个玉佩不在我手上哦。不是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当时说好了押你之后肯定来赎，怎么说卖就卖了？哎呀，你不要激动嘛！不是我激动，你事儿不能这么办呐，对吧？你听我把话说完。那个玉佩呀，在上次跟你来的那个朋友那儿。哪个朋友？他晓得你缺钱，那10万块钱也是他的。他怕你真的把玉佩当了，再赎不回来，所以他就提前找到我，要我跟他一起给你演一出戏。看样子我们演得很好哦，你都相信了。去吧，去他那儿找你的玉佩吧。我早就说过，玉是讲缘分的。是你的，他永远都跑不脱。行吧，那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唉，缘分啊，缘分。2瓶啤酒。你要造反吗？大白天喝什么酒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喝我就喝，我绝不信治不住你。你要干嘛？那些有钱人值得你这样吗？啊！他们落难的时候，你烧了他们，可是人家成功了，人家理你吗？你懂啥呀？拿来！我就懂。拿回来！我不。我懂，你老不懂吗？你现在天天醉生梦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看不得你被别人欺负，我看你被别人欺负，我心里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难受。那个侯爵，还有那个钱钱，你一片真心付出给人家，人家当回事吗？我告诉你，他们不要的东西我可想要了，我真的很想要。哎呀！爪子嘛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女娃子家嘛要矜持一点嘛。你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把那个白表了，老板还以为你喝多了，还不往心里头去。你说你约不约？约嘛，一人少说一句就完了嘛，听到没有？还有你，听到没有？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哎，你们在那干啥子？干活路了？真是！哎，侯爵，这哪来的一只破袜子？那么大个洞，谁的呀？这是？啊，你看。我的。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袜子？我那时候在地摊上买的。你肯定让人给坑了，你什么质量啊？你看。哎呀，10块钱好几双，有啥质量？就你这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、什么都不会干的人，还非得闹着要独立，下回可不许闹了啊！好。行，这么破我给你扔了啊！哎，郑姐，这个别扔了。这袜子我还挺有感情，留个纪念吧。哎呦，那么破个袜子，你还你给我留着。
救援队紧急集合。我会跟着你。哎，老板，你去哪儿啊？我有救援任务，把店看好。哎，可是你装备往哪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天使救援队的，是你呼救的吗？对对对，我同事腿摔折了，现在在哪儿？在那个山崖上，就在那里。帮个忙。谢谢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快点！队长，海星的事啊，应该就是这个位置。队长，等等，着什么急？新装备。啊，除了这个，还有钛合金担架、躯体固定气囊，小20万装备呢。谁送的？钱小燕。谁？钱小燕，咋你认识啊？不认识。队长找到了。没事。慢点。小心，小心。你好，你好，不能去，我们这底下救援呢。我朋友，那是我朋友，我看他好像是不是受伤了？你能让我过去看看吗？开镜，开镜。你在这站一会儿，在这站一会儿啊。想去帮忙。朋友等一下，哎，海星，海星，脚怎么了？你这是？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，我就跟过来了吗？哎，来，我来扛你。来，好吧。我救援千万别来了啊，太危险了。来，上车。你这车咋回事啊？谁知道啊？车都跟我较劲呢。你这试试。哎。你这试试。
猫哭耗子，假慈悲呢。哎，别这么说我兄弟啊！你还把他当你兄弟？是我对不起他。为什么呀？是我坑了他爸的钱。啊？嗯。捡这个，要我帮忙吗？慢点啊！来都来了，坐会儿。不做了，不做了。你回去帮你老板好好养养伤啊。坐会儿吧，还是坐会儿吧。我们最近出了好多新菜品，可好吃了，你肯定没尝过。回去还有事儿。哎，你看你们忙活了这么久，也怪累的，上去坐会儿，坐会儿，真的。上去坐会儿，坐会儿，真的。坐会儿，是不是？好久没有吃海鲜炒饭了，帮我打包一份。走吧，走吧，哥。等我，我给车熄个火。啊，行行行。来，走。哎，里面坐，随便坐。哎，那个，你给我打包一份海鲜炒饭。啊，海鲜炒饭啊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店啊新推出了一个叉烧饭，跟海鲜炒饭一样好吃，要不您试试？行。啊，那行，等着啊。这份呢是我请你的，你的那份呢还在厨房，天哥在打包呢，你先尝尝呗。好。哎呀，我请你吃，谢谢。好。要不我去把海星叫过来陪你聊会儿天。好。啊，那行啊，先吃。吃叉烧蘸辣椒酱，也就你。来，在你店里吃饭，招呼都不打，坐会儿。欢迎光临。我以为你不光临了呢。本来我也不想来，但是你家的炒饭还是有魅力的。那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这事儿吧，主要是因为我缺朋友，所以我找到一朋友，我就能将就处了。也是，你这人吧，一般人不爱搭理你，挺可怜的。嗨，那我的朋友更可怜。听说怎么着，天天酗酒自残，啊，每天痛心疾首。
还行吧，能活。活得不怎么样吧？凑合地吧。那就太好了。干吃啊，不喝点儿？那等老板安排的吗？谢谢。哎，你这个抠门的毛病能不能改一改？两个老爷们儿拿一小瓶啤酒，外国啤酒挺贵呢。来吧。你干了这杯辣椒酒，啊，从今你别废话了，你喝吧。你这什么喝法？你最近都这么喝酒吗？那个，哎，我那个玉佩在你这吧？啊，这个都给你放好了，一会儿我给你拿啊。赶紧拿给我，我把钱打给你。滚蛋！那钱钱你就不要了，我也不应该得这钱。那钱也不是我的，也不是我的呀。行吧，一会儿我给你拿，你赶紧把那玉佩拿走。那个保管费我就不要了啊。你怎么那么会算账啊？啊，只往里算。我听说你以钱钱的名义，你给咱们救援队买了套新设备，是吧？算是吧。这个钱呐，就应该花在这种有意义的地方、有价值的地方，啊，不能花在那些对吧？对生活创造不出来任何用处的事情。行，你别废话了，行不行？我把这干了，你别废话了啊！你不拦我去？赶紧拿啤酒去吧。好嘞。裤子都湿了，小心石头啊！哦，小心！哎啊，你说这个石头它多少年了？这石头啊，嗯，应该有几百万年了吧？几百万年啊？对啊，那太厉害了，那几百万年经过风吹日晒的，一点都没变啊！怎么可能？这天天风吹日晒的，这石头肯定有变化。这儿啊，几百万年前曾经是一片高山，现在全变成大海了。终将有一天，这些岩石都会变成你现在看到地上的这些沙子，一粒一粒的沙子。不管它怎么变，我都把它捧在手心里。你准备在侯娟那儿住多久啊？怎么？人家也需要自己的空间啊。这我知道，我这不是还没找到合适的房子吗？找到了我就搬。住我那儿吧，我先租了一套房子。
钱钱，要不然这事儿你再好好想想，我也好好想想。你是应该好好想想。一把年纪了，一身的毛病，没房没车，还带个儿子，就你这把岁数，谁要你啊？除了我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担心侯爵吗？你怎么就知道侯爵会反对？当时你干涉他的感情，多难过啊！我这么做也是为他好。对他好，最好的方式是尊重。好了好了，说不过你。好。哎呀，你快点儿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每次都这么磨叽。我是发生的一天，我要回到你的身边，一步一步走进你的世界。哒哒哒啦，哒啦哒啦啦啦哒哒。没事没事，不害怕啊。谁让你拿我东西的？我就是觉得这个小胡子还挺可爱，长得特别像你。还不睡呢？有点睡不着。睡不着啊？睡不着，坐会儿呗。好。哎呦，哎呀，这喝一口。哦，我不太会。哎，酒谁会喝呀？但得看怎么喝，对吧？一口一口慢慢品，还不错。嗯。哎呀，我没病啊。我喝。好喝。老板，你跟侯爵哥这样，算是和好了。我俩多少年了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放心吧，好着呢。你放心，就算全世界都不跟你好，娃娃我跟你好。这话要说清楚啊。他是他，你是你，都得好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哎，老板，你今天救援的时候特别帅，跟你平常的样子好像都不太一样了。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啊！我平时不帅呗？
不，平时也很帅，但今天呢是特别帅，以后还会越来越帅。哎，这好听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平时不都早睡早起的，今天为什么失眠啊？我也不太知道。其实以前在乡下的时候，我也会失眠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也会爬到我们老家的房顶上，去听虫子的叫，还有远处人们说话的声音，还有更远的地方，那个大卡车哗哗的过马路。我就会在心里想，这些和我一样睡不着的人，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呢？他们脑子里都在想一些什么呢？他们那么着急，都是要赶着去哪儿呢？我就觉得这世界这么大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海星啊，干嘛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好久没有好好听你唱歌了，你能不能也给娃娃唱一首歌？啊，想听我唱歌啊？嗯，那得先给钱。啊？那我拿一个魔术给你画。那也行，什么魔术？我给你变朵花吧。嗯。嘿嘿嘿嘿嘿。哎，那唱不了了，这个真的。哎呀！哎呀，娃娃，其实你的眼睛住着花儿在对我笑，睫毛上翘，散发善良味道。我喜欢你的嘴角，就像雨声自带欢笑。我喜欢跟着你闹，不然生活该多寂寥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很温暖，值得依靠。你知不知道，我会做你的暖宝宝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好运永不会少。我要你知道，遇见你是我的福报，一切会越来越好。还可以生2个小宝宝。是，完了没事没事，反正以后还有更多小猴子呢。喂，什么情况？我这轮胎吹气了，车里报警了。我打车去，帮我叫个汽车救援。你等会儿，我跟你一起走。来不及了，快到时间了。哎，
两边到。师傅，你开错路了吧？这开哪儿来了？没错啊，这就是我要走的方向。好久不见，刘铁浩，你真是没完没了啊！我想你。赶紧停车，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。我叫你停车！哎，喂，赵总，我这边有情况，赶快报警，跟踪我的信号。好，挂了。
哎，哎，哎呀，真行，吓死我！哎。 侯大公子，哎，看清楚了，侯爵睡着了，在宁静的海边睡着了。我儿子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怎么想起来给老爸打电话？你才小兔崽子呢，怎么跟爷爷说话呢？你谁呀？你是？我是谁不重要。视频收着了吗？喂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心，他很安全。我求你千万不要伤害他。你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，好不好？我什么都不求，不就为了求点财吗？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听着，5分钟，给我给你发的账号里头转50万，不行，100万。5分钟之内钱不到位，我让你大海捞儿。喂，喂。 哎呦！哎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呐？有没有人呐？
听说今天指挥演习的是个新教官哎，男的女的呀？厉害不厉害？不知道，肯定有些来头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今天指挥演习的教官，51，他的业务能力呢非常强，是公司一流的随位。现在，他从一线转做教官，要把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传授给你们。今天的演习内容，就是根据他的实战案例设计的。11啊，跟大家说两句。是。大家好，教官好。首先恭喜你们，从普通学员晋升为初级随位。今天的演习是考验你们在突发事件中的综合能力。你们需要将一份文件送到总裁办公室，拿到签名以后，再返回到出发点。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发生任何状况，你们随身的记录仪会记录下整个过程，作为评估标准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今天的演习得到了智融建设的大力支持，为我们提供了演习的实战场地。我们大家要严格遵守物业的规章制度，不要损害公物，不要影响写字楼的正常工作。能做到吗？能。出发。是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现在考核开始。1号下车。是。你好，我是来智融建设取文件的。我是去开个会，咱们见不到面了。晚上来我家给你过生日。又要大1岁，不想过。80也要过。1号，信号中断，有什么情况吗？1号，听到请回答。1号，听到了吗？有听到吗？生日快乐，祝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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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。爸妈，你们怎么也在啊？要不是你生日，我和你妈已经在欧洲了。你要去旅行？哎呀，你爸嘚瑟，非要出国去玩儿。
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语言又不通，我怕他给丢了。你明白了。对了，赵总，你跟他们串通好了？这是我和小侯总精心设计的联合演习，怎么样？毫无破绽。耶！我不都说了吗？我不过生日了。那是你以前不认识我，认识我之后，不给你任何机会错过任何一个纪念日。许个愿吧。好。好了，十一姐，那你把许的愿给大家伙说说。哎，这不行，大表姐，这个千万不能说出来，要不然就不灵了。不管许的是什么愿，但是我知道这个愿望里边一定有我。臭小子，你老是自我感觉那么良好，赶紧办正事儿吧。今天呢，我请大家来，是有2个目的。首先是给11庆祝生日，第二点呢，我是想跟大家说几句。这个故事呢，要从1年之前讲起。1年之前有一天，我出门的时候没看黄历，那天就特别倒霉。我刚出门，碰见我前女友，她给了我一张结婚请帖，我打开一看，新郎不是我，我当时就特别生气，在车里一个人生着闷气。这时候从天而降一个神奇女侠，砰，把我车砸了一坑，下车就跑了。我当时气不过，我找她理论，我就追了上去，刚追上，她就把我给揍了。我什么时候揍你了？我当时想，那一定是我人生中最倒霉的一天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那其实是我人生中最幸运的一天。十一啊，其实碰到你之后，你让我觉得我特别的幼稚可笑，但是又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勇敢、特别坚强。其实你在我生活中不光是救了我的命，也治好了我的病。所以我感谢那天遇到的一切，我每一个巧合，每一个瞬间，因为只要错过1秒，我就碰不到你。十一，你刚刚许愿的时候，我也许了一个愿望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你不知道。我来告诉你，这个玉佩我赎回来了，这是我妈给我留下的，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。这就是我的护身符，但是我希望从今以后，你能帮我好好保管它。这个你要自己保管才行。十一，我愿意用我的全部换2份好运，一份碰到你，一份是走到底。十一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30岁、40岁、50岁还是60岁，只要你想去追求幸福，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谢谢你们，我现在觉得自己很幸福。穿越黑